你想知道真相吗？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二公子，你看，这坟上是不是只有这种花？坟上开花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在林中的其他地方还见过这种花吗？它叫独岭南星，整株有毒，为何偏偏这种毒物只长在你娘坟上，还如此茂盛？或许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种子吧。独岭南星是南诏州特有的毒草，是飘不到京城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么是有人将它特意种在你娘的坟上，要么就是坟里的尸体本身就带着独岭南星的种子。不过你应该清楚，前者几乎是没有可能的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猜的没有错，你娘应该是被他毒死的。不可能，我娘就是生病去世的。她走之前，我整日整夜陪在她身边，没有人能下毒。独岭南星虽比不上砒霜的毒性烈，但以它的花毒，每日服用一点，长年累月积攒在五脏六腑里，到了某一天，人自然就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需要二公子将令堂的遗骨请出来，便能查个分明。你要我挖我娘的坟？二公子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？这个事啊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。你为了杀我爹，就要挖我娘的坟？你为达目的捏造谎言，你丧心病狂！那我问你，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，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，还如此的简陋？她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？你闭嘴！最重要的是，你娘去世这么久，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她？为何？啊！你还去问别人？看这画，是不是如我所说？你若是不信他有剧毒，你有没有胆量将他吃了？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滚！明日祭祖的时候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那只独岭南星是你放的吧？
猜测无凭，总要让你亲眼见着才是。先夫人没有地宫，只是简葬，只有棺没有椁，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。生有宣冕、福位、古禄、田宅之分，死有棺椁、小青、矿垄之助。很难想象，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。 我要开棺了，你若是不忍看，可以去上面等我。不用，这是我娘。来，3、2、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，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，明显要小一些。他的左手手腕骨也是畸形的。令堂去世前，可有全身无力、头晕头痛、四肢麻木的症状。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，请了大夫也不见好，之后便每况愈下。 整日头晕恶心，精神不振，到了最后，甚至常会说胡话，浑身抽搐，疼痛难忍。那就对了，这正是毒理南星中毒的症状。毒理南星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骨骼缩小畸变，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。 便是毒已入脑，是中毒最深的表现。你肯定吗？我从小跟着师傅耳濡目染，不会有误。我想，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，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，才会生根发芽。 我娘一生与人为善，委屈都自己咽进肚子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人呢，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这毒，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，需长期服下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。也就是说。 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，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。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蒋相，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，而我娘，就是回到京城1年后才开始生病的。一开始，府中请了许多大夫，治了许久都不见好，病反而越来越重了。 我很着急，我也不玩了，能天天陪在他身边，哪儿都不去。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。后来，我去找爹，爹也不肯见他。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我
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？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母子俩弃如敝履？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，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。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，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，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，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。我爹见过他，他知道的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袖里草，惊雷无声响，沉浮身不过我目眶。是了，我娘是被他和蒋香合谋害死的。想来我这个儿子，也是他早就不需要的了。二公子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侯爷的宠爱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他从前宠爱你，是因为爱着你娘，也觉得你像他，能够继承他的衣钵。他现在器重大公子，也是因为蒋香的娘家对他有意，而你又被蒋香养成了废人。他喜欢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，这样的喜欢得来并不是难事儿。只要二公子信我，按我说的做，我定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我只想为我娘报仇。对付蒋香并不难，他想要的不过是让庄知府成为侯府下一任主人。庄知府一旦失宠，蒋香也就没了依靠。对一个人最好的报仇，就是摧毁他最大的希望。如今的你被他看不起，但这恰好也是你的优势。蒋香死不足惜，但现在我爹竟也成为了我的仇人。沧海，我爹是你的仇人，你要杀了他，为你全家报仇。可你为何要帮我？我有一件事，需要从平津侯的嘴里探出来。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但是你不能问，你需要有人帮你从他口中问出来。对，我家当年的灭门惨案，凶手除了你爹，还有另外2个人，一个是掌印太监曹敬贤，而另一个人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线索。我需要找到这个人。在此之前，我不会打草惊蛇。你要我从我爹口中打听出这个人的身份，这是你帮我的条件。是。打听出来之后呢，你会做什么？是我多问了。你进侯府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。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。若二公子不愿意，你可以现在就去告诉侯爷我的真实身份。他杀了我娘，我不能原谅他。但他毕竟是我爹，
灭我蒯家的仇人就在我眼前，但我却不能杀他，还要与他百般亲近。你明知仇人是谁，却还要承欢膝下，舔颜敬着他，爱着他，这对你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千刀万剐之刑？杀人者偿命，这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道理。 我可以帮你打听消息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帮你复仇。如果到时候我反悔了，你不要怪我。二公子替我隐瞒身份，帮我找到仇人，我已是感激不尽，不能再强求其他。若到时二公子萌生他意，我也绝不埋怨。 只请愿吕先生之谋，请先生帮我报仇。从今日起，我一切都听先生的。从今以后，你我生死一体，荣辱与共。你让我从府里出来，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要让你在这儿习武。干什么呀？给我拉我上去啊！不好好练武，还敢带他们去喝酒？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哎呀，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我休息会儿怎么我就带他们吃个饭？哎呀，先别说了，臭死恶心死，快拉我上去！还凤，谁来？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就见死不救吗？庄之行，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为你娘报仇，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在乎，就回侯府，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。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，只是为母报仇一事，你永远都不要再提。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。那你从这儿爬上来吧。这我怎么爬呀？爬就爬。我都答应你们回去好好练武了，把我拉上去怎么了？上不来，那就从那个洞里钻出去吧。
真爬上来了。记住你说过的话。继续。继续。你看准了。行了，先别打了，来，把药喝了。什么呀？这是补药，强身健体的好药。眼里的光，多想将你收藏，命运却捉弄，多荒唐。小无畏，叹无常，人心生死海，此生多风浪。北风狂，射苍茫，谁奋不顾身，换遍体鳞伤。情难放，爱难藏，窗外雨霖铃，又一年秋凉。了却人间事，我转身苍茫。